男嘉宾邓先生27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女嘉宾李女士24岁，来自湖南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谈恋爱谈多久了？谈了1年多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湖南长沙考驾照的时候认识的，聊来聊去啊，就加个微信，后面慢慢熟悉了啊，就感觉合适，就在一块了。今天是谁要来啊？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嘛呀？他要跟我分手。哦，他要跟你分手啊？一个他说我对他不管不顾啊，又不关心不照顾，又要说1年之内买房啊，在深圳，这压力挺大的。我也能力有限，一下子也做不到在深圳买房啊。不，你们俩刚才不是说的在长沙学的车，怎么又要到深圳买房了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在长沙的时候呢，就学会车了，然后面我深圳有个亲戚在开那个便利店，我就跟他说去深圳学习先，学习到了，然后我们自己开。哦，那你们在深圳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？生活状态就是他在我亲戚那店就打工嘛。对。您呢？我这一边做我自己的事情，也帮我的亲戚拉货啊，就拉到各个超市里面去，然后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。那不是一直在亲戚那儿打工，怎么就有矛盾点？他又抱怨那份工作，我亲戚对他不好，我也不好说，一边是我亲戚，一边是女朋友。后来呢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他辞工了。后面我就辞职了。辞职之后干嘛去了呢？就我们已经懂这个经营和运营了，就合起来，我凑了20万，他凑了10万，去开了个自己的店子。等于2个人凑在一起，凑了30万，开了一家便利店。对对。是不是这么个意思？对。然后这店谁在经营啊？他在打理，一直的。你在打理？对。店打理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就是平常我一个人看嘛，然后他也不管不顾的，我一个人上货啊，然后收银啊，碰到一些找茬的啊，他都不在嘛，都是我一个人处理。那他在干嘛呢？他在外面拉货啊。拉货。哦，那不是他不干活，而是他因为要配送货，所以他不在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嗯。然后呢，怎么就出现了冲突？说到要买房了，他又说借口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房东要涨房租嘛。房东要涨房租。对，然后我这边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就想问他要点钱。他就说他没钱。钱呢？钱去哪儿了？你不是一直在配送货吗？我前年年底开了个店，亏了30万啊。就前段时间我买了台车。您还欠30万的外债呢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又买了台车，现在在跑运输，是吧？对。因此你在这儿没钱。对。等于你问他要房租周转，他拿不出钱来。对。就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了，是吗？对。然后你就提出来让他买房。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嘛。他这几万块钱他都拿不出来，那拿什么钱去谈未来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要买个房子，最起码要有个住的嘛。那他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去给你买房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他手里有钱不想给你？对。他要求1年之内让我还完钱，2年之内就在深圳买房。所以那你来这儿干嘛呢？人都提出这个。他要分手啊，我就来评下理嘛。你怎么打算的呢？我个人是有能力1年之内把这个钱还清，但是深圳买房那个你可以给个2年3年啊，我可以给个首付，是不是？你说1年，我说的太死的话。好，明白了，就拿不出这个钱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但你这个就不对了，你明明知道是这么个状况，2个人一起奔呗，你干嘛呀？你分手就说分手，你也别用这个方式，人就会觉得说你是以此为借口要跟人分手。也不是，是他误会了啊。主要是我想解开这个矛盾嘛，因为之前在他亲戚那里上班，然后他亲戚对我也不好，我就觉得我们2个开个店嘛，后面他也不管不顾的，就觉得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，肯定要买个房子嘛，对吧？不是，你们要打算结婚吗？那你打算买房，那你也得把你的消费观给降低下来。你做个头发6000多块钱，手上饰品，你看一下，我是再大的能力还不够你的消费，是不是？我吃个饭，我10块20也会去计算。
要买房要结婚，两个人沉下心来，是不是才有机会达到那一步？你也别说那个1年就买房的事情，要一步一步来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头发，我看你是误会了吧？这个头发我是当了一下发膜，那你的就是帮我视频呢？剪这个头发。那你那个视频呢？那你也有视频啊？我哪里有视频？那你的话屌不是吗？咱先别说了，你喜欢他吗？现在还说实话，我就是觉得你们现在经历了很多嘛，你陆陆续续知道他欠了债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深圳，可能他跟你承诺的到深圳是个什么样子，结果到了深圳是有落差的嘛。再到自己做老板娘，他不帮你嘛，对吧？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反正现在我就是属于不讨厌他吧，因为有时候我跟他聊天，他老是一句话就把天聊死了。有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开心。如果说你这个习惯不改掉的话，那可能以后也有机会不在一起，是不是？行，所以女生给了一个真实的答案嘛，我不讨厌你，我也谈不上喜欢。那你这次这个提出让他买房，并且给了这么严苛的一个期限，你觉得他能做到吗？我觉得他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嘛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欠了外债？就是这次房东涨价嘛，然后我就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就想问他要点钱。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他说他还欠了这么多债。30万的外债，对吧？对。30万的外债对你来说是一笔大数字还是小数字？对我来说的话，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吧。你在意这件事儿吗？我比较在意。也就是说，发生了这件事儿之后，你才要求他买房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在此之前，你没有要求过他买房。对。而且这次买房要求的还是带期限的，这个期限的目的是什么？给他期限就是说给他一个压力嘛。如果说他没有压力的话，他可能还会欠更多的债。有这个压力就会成为动力。其实你是想帮他，对吧？对。女生刚才说了，她害怕你没有动力，所以她才逼你买房。你认同吗？认同。你喜欢这男生什么呀？我喜欢他一点，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有情有义吧。是对你还是对别人？是对我比较有情有义吧。对你做过什么？以前在湖南的时候，就是本来我是很喜欢小狗的嘛，然后我养了一只比熊，我那只比熊跑丢了，然后他就陪我一块找，那个时候他都陪我找了整整20多天都没找到，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就是只是朋友关系，他能陪我找这么多天，他比我还关心，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对我挺好的。好。对未来怎么打算？答应他1年之内我把自己的钱还清，买房的事情共同努力，可能要3年，不要说1年时间，以后也不要拿压力这种情况来压我。我问问你啊，等于你们现在在深圳有一个便利店，对吧？对。他对你的抱怨不仅仅是因为说你欠了外债他不知道，对吧？对。他还抱怨说你们沟通的太少，你自己也觉得沟通的少，为什么不一起帮他看店呢？对于这个店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就是想把它盘出去，然后去开个超市嘛。要扩大规模是吧？对。这个你怎么看呢？盘掉可以啊，但是首先你得先把你的债还上。能保证1年之内吧，可以把这30万还清，这个可以保证。但你那个店要盘出去，要么是多等2年，把这个超市经起来，是不是买房，或者把店盘了，立马把我们积蓄搭进去买个，给个首付，后面的分期付我来付也可以啊。等，你那盘店能盘多少钱啊？20-30万吧。你还有我们现在手上还有积蓄嘛，2个人的，只要他同意就可以了。还有积蓄啊？对对对。还有积蓄，人家问你要几万块钱的租金，你为什么不给啊？你是藏着东西呢，兄弟。生意场上没有钱周转，这个生意会死掉的，这个客户。那你就直接说嘛，那你干嘛骗人家说你没钱呢？我也想他盘掉了，然后我们相处时间也会多一点。那如果他把店盘了，你们俩把手里的钱都拿出来，按你的说法是用做生意周转的去交一套房子的首付，那你们下面做什么呢？就我还是拿我的车去挣钱，那就不开超市了。好，
这个您同意吗？我不愿意，因为这个店盘掉再去付首付，又要贷一笔款，那你每个月又要还月供。你首先你欠的那30万的债本身就有月供，那你再加上这个月供，那还得起吗？没关系啊，我努力啊，我愿意啊。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做到，那么多债压在你身上，压在我身上，压得都喘不过气来。来看看我们的老师们如何解决这一对的矛盾，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我听到了，全部都是钱。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，爱在哪里？如果你们之间的情感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数字在做维系，在做推进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今天来到爱情保卫战，还是应该去财产保卫战？刚才大家一直在聊，男方希望把这个店盘出去，中间是一部分资金，自己的一部分存款，女方的一部分存款，以这3部分存款来付首付，对吗？对。你既然有钱，为什么不肯拿几万块钱给他付房租？我现在想问女生，你有存款吗？也有。你既然有钱，为什么不拿几万块钱给自己付房租？都在算计对方啊。不光男方在算计，女方也在算计，怀里都揣着钱，就是不肯往出拿。女方在算计说，你这除了这30万的外债，好，我信这是真实的数字以外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钱？所以他才会提出让你买房子。不然的话，让我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让一个外债30万的男人买一套房产给我住，这无异于是说，你看，你把天上那个星星摘下来给我，除非他觉得你有钱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男方为什么一直在计算你手里的那家店铺？因为他知道你有钱，所以你们两个这么算计，过什么呢？两个被金钱纠缠的男女是没有时间和空间去谈论爱情的。我觉得你们俩就合伙做生意挺好，祝福每一位，谢谢。谢谢左岩老师。除了对互相的算计，应该还有对彼此的试探吧。确实我也有同感，我在你们刚才的一番沟通当中完全没有听到一丝爱情的消息。女方说你对她好是因为你们还不是恋人关系的时候，你曾经花了20天的时候很用心的帮她找她养了一条狗。那我跟女方说，这大概是你所有的朋友当中一个比较靠谱、比较热心的好朋友而已，但那未必就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、有担当的男朋友。好朋友和男朋友可是天壤之别的两回事，所以在这一块你心里也要想得特别清楚。我看资料我简直不太敢相信，资料上面显示说你27岁，但是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，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词，颓败。反正就是感觉欠了钱了，女方在跟你交往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但是知道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震惊的表现，反而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奇怪的要求，就是要求你在1年之内去买一套深圳房子的首付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，就是女方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不管你欠了多少钱的外债，你能买一套房子的首付给我，写上我的名字，所以我就可以跟你继续好下去，我就有安全感了吗？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完全违背了爱情的初衷，所以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在这保护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兰溪老师。你们两人都撒谎，都不诚实，但不诚实的原因不一样。男生的不诚实是来源于他纯粹是个投机分子。你看他没有一次对于自己工作前景的安排和眼光是正确的，同时对于自己的事业也不是尽心尽力的，无论是自己的店不上心，还是一直以来他的工作没有着重点，以及无限的憧憬将来的无限可能，
什么2年买房子之类的，你都27岁了，咱能不能不吹牛啊？甚至我都不相信你能借到30万。而他的谎言是来自于，当逐渐的发现这个男生不靠谱的时候，那我也不能太本分。我要是把我的10点那都交了的话，那我可能会被骗得个倾家荡产。一个24，一个27，其实年纪都不大，一切重来都可以开始。2个人谈不了恋爱，散了不成朋友，至少能够成为2个清清白白的陌生人。你们欠多少钱，有多少钱，这个店面能盘多少钱，你们到底买得起买不起房子，自己心里非常清楚。都到这个舞台上来，还要骗来骗去，骗什么？买不起房子是正常的，你们这个年纪买得起房子才不正常。要么就真的是很有本领的精英，要么就是啃老，何必挂着自己的面子呢？借着别人30万不还，那个是银行的，银行的也是一样要还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啊，你自己都对自己负不了责任，自己欠的债都还没还，还要说2年之内我能买房，你有点正形行不行？你们2个人之间，我觉得在待会儿60秒的时候说点实在话，活得实在一点，别那么虚浮，好吧？就这，好自为之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把所有的老师的话合在一起，无外乎就是一句话：本本分分的做事儿嘛，清清白白的做人嘛，对吧？我们因为是保卫爱情的节目，所以我们再加一句嘛，认认真真的谈感情嘛。就这3句话你们都做到了，我相信你们的困惑也就解决了。如果没有感情，不如早点分开，何必将就？如果你们这段感情还是因为跟那个店的利益有关系，说清楚，分好利，也把感情分清楚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们以前呢还是感情挺深厚的，可能你的人生当中也是遇到我的最深情的一个人了，我也很难找到这么适合的你们，只是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我们回去慢慢好好解决，一个一个解决，别把钱扯到感情里面来。至于你买房那个，我们就共同去努力，好不好？然后会对你好，也我少出点车，多些时间去陪你。我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做到。我跟你在一块也是看重你有情有义，觉得你可以做好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。虽然说在深圳买不起房，可以在深圳周边付个首付30-40万绝对没问题，对吧？好，这样我心里很开心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回去好好过。请亮灯吧，2位请回吧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这是怎么了？看到底了，走了？来来来。